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onica，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。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提供的中文播客，在这里你可以听到、学到各种和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话题。如果你对中国感兴趣的话，你一定不要错过。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你们最近是否有看到月饼呢？没错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中秋节。在唐朝的时候，人们就已经在中秋节赏月了。那时候，8月15的月亮又亮又圆，诗人们写下了很多美丽的诗。有一句就是“最团圆夜是中秋”，意思是8月15的月亮最圆，象征着家人团聚。到了宋朝的时候，人们会在中秋节这天宴会赏月，喝新酿的酒，吃当季的水果，不亦乐乎。这些传统慢慢的就让中秋节变成了一个全民庆祝的节日。关于中秋节有很多美丽的传说，你是否有听过呢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关于嫦娥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英雄叫后羿，他把天上的9个太阳射了下来，救了人间。玉帝为了奖励他，就给了他一颗仙丹。这颗仙丹可以让凡人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，但是只有一颗。后羿就让他的妻子嫦娥保管这颗仙丹。可是有很多的坏人都想得到这颗仙丹。某一天，嫦娥为了保护这颗仙丹不被坏人抢走，就只能够吞下这颗仙丹。吞下后，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，直到飘到了空中，飘呀飘呀，就飘到了离地球最近的月球上面。从此，嫦娥就变成了一个仙女，只能够留在月球上面的广寒宫里。这个宫里面还有一只兔子，嫦娥就和这只兔子生活在月亮上面。后羿非常想念他的妻子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够在每年的8月15日，也就是嫦娥最爱的这一个日子里面，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面摆上香案，在香案上面放上嫦娥最爱的水果和甜点，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，盼望着某一天能够和嫦娥团聚。百姓们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，也纷纷的效仿，在8月15日这一天摆上香案，向善良的嫦娥供奉这些瓜果美食，以祈求平安吉祥。玉帝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，就允许嫦娥和后羿在每年的8月15日这一天见面。但是后羿没有办法飞上月球。喜鹊们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，就自告奋勇地搭起了一座鹊桥。从此之后，每年的8月15日，后羿就会和嫦娥在鹊桥相会。这是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呢？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吴刚的。传闻吴刚的妻子和炎帝之孙柏林私通，吴刚很生气，
就把柏林杀了。玉帝就惩罚吴刚到月球上砍树。吴刚砍的这棵树是一棵桂树，他很奇怪，无论吴刚怎么砍，这棵树都会完好如初。吴刚的妻子很内疚，就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变成了玉兔，飞上了月球，陪着吴刚。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早日砍倒这棵月树，玉兔就在月球上面不停地把砍下的树叶捣碎。嫦娥和吴刚的故事里面都有一只兔子，这只兔子就是玉兔。玉兔在月球上面不停地捣药，为了制作仙丹，能够让嫦娥早日地回到人间。玉兔捣药就是这么来的。怎么样？大家喜欢这些故事吗？你们觉得这些故事是不是很美丽呢？除了这些美丽的神话故事，中秋节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。在我的家乡，我们就会在中秋时分吃上这些特殊的美食。大家有吃过月饼吗？你们吃的一般都是广式月饼吧？在我的家乡，我们会吃苏式月饼。这种月饼和广式月饼有一点不一样，它的外皮是酥脆的，咬一口会掉渣，口感很特别。它的口味有甜味和咸味的，最经典的就是鲜肉月饼，一口咬下去就是很 juicy 的鲜肉馅，吃起来又香又鲜。广式月饼的皮会比较薄，也比较软，里面的馅一般都是甜味的，比如说莲蓉馅、豆沙馅。怎么样？大家是不是很想尝一尝苏式月饼呢？第二个特色美食就是糖炒栗子。秋天，走在苏州的街头上，你会闻到一阵又一阵的糖炒栗子味儿。栗子被炒得又甜又软，剥开后金黄色的果实让人忍不住咬一口。走在路上，手上拿着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，是秋天的一道美丽风景。第三个是我们苏州本地比较特色的一个食物，叫鸡头米。你一定会很奇怪，鸡还会产米吗？当然不是，鸡头米和鸡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像鸡头，所以叫鸡头米。它是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。我们一般会把鸡头米煮粥或者煮甜品，煮完之后口感软糯，营养也很丰富。另外一个苏州特产就是水红菱，它的外壳是红色的，里面是白色的果实，甜甜的，脆脆的。中秋节我们会聚在一起剥水红菱吃，边吃边聊天，特别有节日气氛。第五个也是一道比较特色的苏州甜品，叫桂花糖芋奶。芋奶煮得软软的，配上香甜的桂花糖浆，甜而不腻。还有最后一个美食就是大闸蟹。我们昆山阳澄湖的大闸蟹很出名，蟹黄多，肉鲜美。家人聚在一起吃大闸蟹，喝着小酒，聊着天儿，赏着月亮，特别幸福。最近苏州街头有大大小小的集市
和灯会。大家可以在集市上逛各种各样的小摊，也能够买到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和鲜肉月饼。晚上，灯会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形状的灯笼，很好看。大家一边赏月，一边看灯，还能参加猜灯谜的活动。怎么样？你们是否很好奇呢？好了，这就是关于一些中秋节的事情。你们有参加过中秋节的活动吗？在你们的家乡，是否也有这些特殊的节日来让家人团圆呢？我非常乐意听到你们的故事。我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，品尝这些特色美食。如果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来，你们还能遇到更多的惊喜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心动呢？好啦，以上就是关于这期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请给我点赞留言。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